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多中年女性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染发，还是干脆拥抱自然的白发呢？首先呢，我想说的是，这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不管你是选择染发或者是留白发，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那么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不决的话，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整理了几个重点，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做出自己最好的决定。那在这期视频里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你想染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色，应该怎么样护理和打理你的头发，还有如果你想留白发，应该考虑的哪些关键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考虑到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是不是还在上班，或者是已经退休了。如果你是一个很忙的职业女性，或者是你要面对很多的客户啊，或者是包括很多 meeting 的话，可能你还会考虑到染发。那如果你已经退休了，不需要在职场工作，或者是跟很多人接触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到不染发，让它顺其自然。这些呢都是在你考虑的范围之内。第二点就是要考虑我们自己本身的皮肤状况。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肤色呢会逐渐变得暗沉，这个时候呢，选择发色就变得很重要了。如果选择染发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建议深棕色或者是棕栗色，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肌肤。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这种棕栗色的颜色。如果是太黑的颜色，特别是对我们中年女性来说，会显得比较死板，而且会显得比较老成。那也是根据你自己本人的喜好。我不是很建议就是去染很黑的颜色，这样看上去呢会非常的不自然，而且就算你白发长出来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明显。选深棕色或者是棕栗色的颜色呢，会提亮我们的肤色，而且呢也显得我们更加年轻一点。那如果你选择染发的话呢，就是要注意以下几点了。首先我们刚刚谈到过的，你选择染发的颜色是否适合自己的肤色。第二点呢，就是你染发之后，你要对头发做特别的打理和保持头发的健康。染过发之后呢，对于头发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去 salon 进行特别的护发处理，也可以很简单的在家里像我这样买一些不含 harsh chemical 的成分的 shampoo 和 conditioner。 我会特别注意选择就这一类的 shampoo 和 conditioner， 因为它不会对我染过发之后的头发呢有损伤，而且呢对我染发之后的颜色呢也能保持很久。特别是我选择的这一类，它是对 gray hair 或者是 blonde hair， 让你染发之后呢不会就是洗了一段时间之后发色会变淡或者是变黄，这样看上去呢发质就会很枯燥不好看。可以定期的做一下头发的深层护理呀，这样可以保持头发的健康有弹性，头发健康看上去整个脸的气色也特别好。那如果你选择不染发的话，就想让自己的白头发这样慢慢长出来呢，其实有很多注意点是需要你提前做心理准备的。首先你要考虑到过渡期会出现的尴尬，在你的白头发完全长出来之前呢，会有一个非常尴尬的过渡期，这个阶段呢会让你感到很不自在。当然了，就像我之前介绍过的，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阶段去适当的挑染一下跟自己的白发颜色比较接近的灰色或者是浅色之类的，让它慢慢的有一个过渡期和衔接期。还有就是白发其实是很讲究发型的，不是说你让这个白发就完全长出来，不要去顾虑它的发型或者是它的造型的话，长出来的白发就是非常的不自然，还是需要定期的去修剪和调整自己的发型。可以选择一些紫色的护发素啊、洗发水啊，就像我之前用的这一类，和染发的一样，就是可以避免
和调和我们白发或者是染发之后出现的一种黄色。因为白发的质地呢和黑发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白头发会比较干燥，而且看上去呢会比较粗糙一点，所以特别要使用适合白发的一些护发产品。还有就是一旦你选择留白发了，那么可能你就要根据自己的白发的发色去改造自己的妆容和衣着，因为白发可能会一下子改变你的整体形象和气色。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妆容啊，比如说可以让自己的口红稍微擦的红一点点，调和一下自己的气色，选择一些能够衬托白发的衣服的颜色，然后呢再佩戴一些合适的饰品啊，来增加整体的造型感。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在你决定留白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比如说你不染发了，可能会面对其他人对你的好奇心啊、目光啊等等，一定要保持自信，不要因为他人的眼光、他人的意见而来影响自己的决定，与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沟通好，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另外呢，留白发不等于你要放弃对自己的形象管理，和平时一样，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保持好一个好的生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决定留白发还是决定染发，全都是个人的决定，这是完全没有对和错的。通过适当的护理和造型，白发同样可以展现出成熟、优雅和魅力。无论我们是选择染发和不染发，护发和保护我们的发质一样的非常重要。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慢慢消失的蛋白质啊，会让我们的发质看上去没有那么亮泽，所以我们在选择打理我们护发的产品方面呢，也要更加的注意到这一点。比如说洗完头吹头发之前呢，尽量喷一层 heat protection， 这样呢不会让你的头发受到吹风机的伤害，这样呢不会让我们有断发或者是头发毛糙的现象，还是要保持它的光泽度。另外呢，等吹完了头发之后呢，给自己的头发上一点保护膜，上一点保护的油，这样让我们的头发看上去更健康、更亮泽。其实无论我们染不染发，保持我们的整体形象还是非常重要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型和衣着，避免穿一些过于老气的奶奶衫，并且保持时尚感，选择简约大方的风格。如果你选择染发呢，尽量选择一些比较刺激性低的染发产品，还要注意染发的隔间，避免呢太频繁的去染发。我自己呢就基本上是4到5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才去染发，就基本上会染发根。我会选择这个韩国的产品，这个染发剂非常好用。这个韩国的染发剂呢，在北美基本上所有的华人超市，或者是日本人超市，或者是 H Mart 都能够找到。还有记得在染发之前呢，尽量测试一下自己的皮肤，看看这一类的染发剂是否对你的皮肤会起到过敏的反应。记住，无论你是选择染发还是拥抱白发，最重要的是选择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和自信的方式。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才是最好的选择。保持优雅自信是我一贯的态度，并且展现属于50+女性的独特魅力。好了，以上这些呢都是给大家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如果你是决定染发还是不染发，这些呢都是需要考虑的。特别是如果你决定不染发之前该做的心理准备啊，或者是对头发的这些护理啊，都是要注意到的。爱美是不分年龄的，50多岁的女性呢，可以根据自己对个人的形象需求来决定。好了，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分享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也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还有，如果你有什么喜欢想听的话题，想了解的话题呢，请在下面的留言框里留言给我。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